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翟轩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不知道大家昨天晚间9点钟是不是也是锁在这个电视机前头？当然也可以透过网络来收看啦。全红婵夺金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画面哦。而第一轮呢，他第一跳下去就已经得到了10101010这样子的分数哦。然后我看到这个微博的热搜词条，第一名就立刻全红婵再现101010这样的一个记录，就是满分呐、这跳下去完美。发挥出来他这个水花消失术哦，所以裁判们一致判了满分，话题热度直接冲上大陆的微博热搜的第一名哦。那当然最后5跳完，累积的分数，这个真的是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记录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好像这个其他国家都是陪中国大陆来玩的。我们看前2名，全红婵、陈玉系哦，2个人的分数遥遥领先其他各国。全红婵得到了这个425.6分，陈玉系只跟他大概是5分不到的差别哦，这个420.7哦，4.9分的差异，那就你们2个玩就好了，因为其实你看第3名，其实我看北韩跳的也是可圈可点哦，那他结果得到的分数是372.1分，那所以大概都50分的差距，那其他更不用说，其他那个跳下去水花非常的大，有些还好像要泼观众一样那样子的水花大小，跟这个水花消失术真的是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哦，所以人家讲说，真的中国大陆的女子这种跳台跳水哦，真的跟其他的国家不是同一个层级的，已经完全是一个断崖式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差别了。那在微博热搜上面也看到，今天还有一个词条叫做全红婵打破了伏明霞的记录哦，以17岁131天的年纪，成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3金王。的确啦，他这一次又拿下了2金，再加上上一次奥运的1金哦，3金王这样子拿下来，很多甚至还有外国的一些媒体在讲说，全红婵是不是外星人啊？怎么那么厉害啊？已经开始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异于常人？那全红婵讲说，其实我不是你们所说的天才哦，我都是练的，一遍一遍的练。在上一次东京奥运之后哦，他说他的身体有一些变化，体重也变了，所以他这5次的跳跃，其实这不同的姿势全部都有重新再练过。他又在自己经历过了低潮，然后再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再重回巅峰哦。所以并不是说天才，然后天生就很厉害。他说他是一遍一遍这样子练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创造了一样的一个话题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来看昨天。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因为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禁药问题，外国媒体的做文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哦？同样一个访问可以有2种解读。比方说访问了菲尔普斯飞鱼，那他就讲说他自己哦，他说他生涯其实也有被人家质疑过，但是面对到现在，好像欧美啊、西方媒体在质疑潘展乐的成绩的时候，他是认为说不可以去这样质疑他，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指责。那他另外呢也讲说，如果真的是用禁药，他觉得应该要退出比赛。但是就是这一句话又被其他一些媒体在讲说，是不是暗指中国呢？所以就同一个报道啊，同一个专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报道，什么暗指中国、讽刺中国什么这样开始在那边讲说，好像菲尔普斯对于这个潘展乐的表现相当的不满，或者是说认为潘展乐应该退赛，所以这就是一个认知战啊，在奥运里头。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潘展乐这一次拿走了冠军，还甚至在这样接力赛里面也让美国队再次的跟这个金牌说了拜拜哦，到底是动了谁的这个奶酪？那这样的一颗耀眼星星哦，西方的世界声音却不是那么的友善，因为他破了纪录的成绩哦，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你看，前澳大利亚的选手呢，他就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影片讲说，这个是不可能人类做得到的这样的成绩呀。那还有另外一个沉冤得雪，就是王楚钦，他不是拍子被踩断吗？除了被踩断之外，竟然还有一个瑞典的女记者哦，刻意的去在他受访的时候，去
撞他一下，然后现在呢就被奥会判说禁止这一位女记者再进场哦，所以人家讲说啊，真的是还了中国大陆一个公道哦。那这个也同样登上了微博跟今日头条的热搜，就是你可以看到方方面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怎么都有那么多的操作痕迹，好像是冲着中国大陆而来，哪怕一个菲尔普斯的专访都可以把它扭曲成说另外一种版本，说哦，他也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不满，明明他就讲说不应该要针对潘展乐哦，那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中美角力的氛围在这个奥运上面登场。那美国自己又是如何呢？昨天被人家发现他的田径选手有这个类固醇阳性，所以中国大陆的反兴奋剂中心就讲说，你这个《纽约时报》之前报道影响了中国运动员的心理，也削弱了他们的一些竞技能力哦。但是你们自己的这个田径选手真的被验出来有兴奋剂的时候，你们怎么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呢？所以那个 USADA 这长久以来对于这种反兴奋剂的陋习视而不见反而执迷于越界管辖，对于其他国家实施制裁妄想通过指责打击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转移对于你们国内反兴奋剂工作存在的严重缺陷，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跟虚伪双标。那这个 CGTN 也特别去专访了WADA 的成员，有一个独家的回应，他说中国是没有违反兴奋剂的。那我们来听一下。We completely and we fully trust what the statement from the WADA that there were no infringement to the no violation of the anti-doping rules. So that was clearly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DA, also with independent prosecutors and so on. And so we believe that the WADA is a very strong organization, well organized, that we can trust. And so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about the WADA's position regarding this case. 所以现在其实为什么这一次感觉好像奥运场上特别有这样子，好像一直针对中国大陆呢？我们看到复旦大学的教授沈毅就讲说，竞技运动就是大国竞争的缩影，巴黎奥运只是开始这是第一次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举办的奥运差不多从2017年开始，就是这个中美战略竞争这个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开始形成。那大概这2-3年，让大陆人彻底的了解说要放弃幻想，认为这个中美的关系已经正式进入到一个战略竞争的状态。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需要做好思想准备也就是说，类似本届奥运出现的这样的问题跟现象，未来会成为历届奥运的一个常态，就如同像是打压华为这样的方式，会在各个类别、各个赛场、各个行业通通上演。美国全面性的要开始对于中国大陆的围堵，奥运也只是一个缩影而已。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第一个，我就觉得这个菲尔普斯他都已经不是现役的这个选手他干嘛在那边一直发言呢？对不对？这个说三道四他也不在现场，他也没有任何他也没有参加任何药检的工作，他也不在现场，他做的这些事都是针对性的。都是针对这些都是针对中国大陆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一个运动员应该有的立场了啦。对，那他有批评过别人吗？请问一下，他批评过别人吗？他有替这个站在一个很公平的角度来评论过吗？都没有嘛。对，他讲话都是我觉得就是无的放矢手上没有任何证据。中国选手事实上是这一次所有国家队员里面受到药检次数最多的，尤其到了巴黎以后还超过200次，早上5点钟就起来就要检验。那菲尔普斯为什么不说呢？对不对？那你法国的他的学弟好了，他的师弟的话，还事实上他搬出了选手村，结果呢，WADA要去找他检验的时候，他没有做那他为什么不说呢？这个才是比较客观的。那 WADA 事实上是国际组织，它也不是中国大陆开的，也不是法国开的，也不是美国开的，它是一个各国这个专业人士把它推出来，他没有必要去偏袒任何一方。倒是你美国的这个药检组织的话有问题，对不对？你们自己一个田径选手出了问题了，你还给他豁免，
对啊，而且美国这些很多它这个药检组织哈，它自己有很多豁免项目，然后决定哪些药是可以用，哪些药都不能用。我们不要说对菲尔普斯的不满，他自己就曾经，他还在参赛的过程中没有退休，他被查到过，他就吸大麻，用兴奋剂啊。那美国现在选手，大陆很多都在质疑，为什么美国的选手基本上这个同样是那个白种人啊，他们比赛完以后脸色都特别的紫，到底怎么回事？对，那菲尔普斯有没有答复？都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像沈一讲的很对了，其实这个是从政治动机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政治被体育被政治污染，这已经无法避免了。而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游泳队这种作为啊，真的很可耻啊，很可耻。尤其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居然也通过一个议案，也来干涉。然后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也特别在奥运期间也写一篇专文啊，来针对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霸权啊，然后这个国家，我觉得这种作为啊，相当可耻啊。那全红婵，我讲他最好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他说每一个动作都是练出来的，一遍一遍的练出来的。所以下的功夫深嘛，铁杵磨成绣花针。我觉得他基本上他贫苦人家出来的孩子啊，他就是说他的这个耐力，然后他的这个动机啊，非常非常的强，非常非常的强。他曾经说他得了奖啊，他可以买药来医他的妈妈。这种孩子他的那个动机，他的那个毅力是特别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些故事应该要跟全世界讲，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些不管是教练或者是运动员为了这个运动所做出来付出才是他们今天有这个成绩的最主要原因。不要在那边捕风捉影然后呢造谣抹黑像菲尔普斯这种还算是得过金牌的这种选手现在变成政治的打手，真的是很可耻。好，来请教申峰哥。我想，在西方的领域里，他们慢慢不能忍受的是，在白人的天下，怎么还有其他的人种可以跟我竞争？所以希特勒举办奥运的时候，对黑人的歧视因为这是白种人日耳曼人的天下，怎么黑人可以来得奖？一样的道理，现在在整个的奥运场上里面，这个西方所领导的地位慢慢的在被挑战。现在还维持了2个强项，一个就是田径，一个就是游泳。那事实上是体型体格的关系，东方人要在田径上要能够获得金牌实在是有点困难。那游泳这个项目本来也是他们称霸的，没有想到这次被突破了。游泳的项目总共18个项目，其中有2个是金牌中的金牌，一个就是自由式的100，居然给中国人拿走了；另外一个是400的接力赛也是被中国拿走了。这10个人10不可忍。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有这样的信息，因为这个成绩的信息是公开的嘛，所以开始打击。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呢？美国的美国的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名字还真不好念，叫《柔情可恶反兴奋剂法》。这个法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美国的 USADA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可以去常备管辖，它可以去检查外国人的，可以检查别人的。检查了之后呢，那么呢，你要是不听，我还可以没收你的财产，我还可以介入逮捕你。所以各位还记得吧？就是在这个奥运之前，不是有流出了说美国准备要逮捕中国的这个游泳队员，结果呢，这个国际奥会起来反对了，到这个 WADA 以及国奥会都起来反对。他说不，那是我们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美国再怎么做，7月30号再通过一个法，加强法。这个加强法叫做什么？这个名字念起来很长，我就查出来之后，我还真的不会念，叫做《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性侵法案》。什么道理？他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今天开始要对这个哪个国家进行了这个检查了，那你们要是有意见在有意见。我美国国会禁止拨款支援你这个机构，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世界这个反兴奋剂的这个机构本来是奥委会全部支持的，现在一半奥委会支持，一半呢是他要到对外募款。美国现在是最大的支持，所以是说好，我要做，你敢干预，我就删掉你的钱。这是美国的做法。那我刚才讲的这个霍莱普斯也是一样，哇，他很厉害的，他是带病参加得冠军呢。他什么病？这心脏病跟这个哮喘。那为什么？因为心脏病、哮喘，他可以申请吃药。哮喘药就是把血管扩张，扩张以后氧量就会多，所以说这个，那他们是后面。因为刚才我讲的这2个法有一个特点是美国排除例外。这美国这拿什么运动精神？不要吹牛了。还有那个带风向的那个澳洲叫霍克的那个是一个假的，那个的鼻子装大葱啊，然后装大象。这个家伙啊，没得过奖，唯一的奖是英协啊，就是大英帝国协的游泳里面得了一个铜牌奖，还有一个呢这个银牌奖，那以后就没有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名字，自己出来带风向，说他是专家，真的这鼻子装葱啊，装大象啊。那这样子出来的带风向，那整个世界就以这样的带风向里面呢，开始扯到现在。现在告诉各位，18项里面金牌美国8个，中国2个。好，来问舰长。菲尔普斯讲潘展乐啊，他认为啊，潘展乐赢他了1秒又11分，他非常不服气啊。我想请问，当初菲尔普斯去打破人家的记录的时候，他有问过别人的心情吗？本来奥运的这一些记录就是高悬等着打破的，那被打破应该是英雄惜英雄啊，干嘛要如此这样说呢？而且你既然用了这么样的高标准，说药检被验出就应该终身禁赛。好了，现在美国有一个男子200公尺的选手药检有问题，是不是由美国队先做个示范呢？一定不示范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双标，然后他们什么都可以，别人就是刚刚那个我们讲到说，一共中国大陆队到游泳队啊，他一共也不过才31个人啊，从年初一直1月一直做到现在，一共做了600次的药检。我想请教一下，美国队你到底做了几次的药检呢？现在所有全世界的这些欧美的媒体啊，都利用他们强势的，无论是电子媒体，无论是网络媒体，都在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建构一个好像中国大陆都是靠吃药然后才有今天的好成绩的，是这样吗？这根本就是认知作战。如果是，那我们就讲游泳队好了。这600次的药检早就已经挑出问题来了，那为什么都没有挑出问题来？就确定了现在的中国大陆游泳队事实上是实打实的拿到这些金牌。我们讲很多的这些冠军选手啊，讲无论是全红婵啊，或者是陈芋汐啊，或者是郑崇文，这一些人为什么现在都可以一个一个的露出苗头？因为我们那个中国终于有时间可以培育我们下一代的选手，而不用再打仗，也不用再饿肚子了。这一个也就是炎黄子孙不输人的，你们不要没见过世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贺锦丽的副手人选，终于是定案了哟。那这一位这个华资，被人家讲说看起来也是这个笑眯眯啊、乐呵呵啊，跟这个贺锦丽哈哈哈里斯真的是有一个搭档的感觉，两个人都是笑呵呵的感受。那的确啦，这个华资人家讲说，怎么会是他呢？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资来担任这样的一个副手，就开始人家讲说，到底有没有加分呢？那其实媒体有事先就已经有泄露出
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哦。但是当他宣布的时候，贺锦丽又立刻通过各个管道开始这样子来造势、来官宣，然后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帮助他们来打败川普组合哦。那在他的竞选的官网上面贴出来跟华资的这个募款，也讲说有了你们的帮助，贺锦丽跟华资已经准备好要赢得这一场选举了。我们从未如此需要团结一致来击败川普。现在就请大家来这个抖内一下，来捐款一下。那为什么会是选华资呢？人家讲说，感觉起来好像民调上面他的这个知名度还没有另外一位宾州州长夏皮洛来得高哦。他在宣布这个副手前座的民调，其实有71%的受访者是没有听过华资哦，所以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印象。那外界觉得说，明明是这个夏皮洛好像比较受欢迎哦，怎么反倒去选了华资呢？他说或许有一个民调可以揭开原因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华资看起来他的弱点比较明显，就是知名度比较偏低，但会不会也是因此呢？就是他的相关的争议可能后续会扣分的因素比较少，所以是不是因此而选了这样的华资角色作为一个无声的副手，或者是笑眯眯这样子给人家印象好的一个副手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华资哦，其实呢他也有他犀利的一面。人家讲说他在这个对于川普的时候，他也是很犀利的批评哦，还有骂过他是怪咖，甚至他骂川普是怪咖的片段还在网络上面是一个爆红的影片哦，点击率相当的高。他也对于这个范斯哦也有犀利的批判哦，我们来听听看。I got to tell you, pointing out just an observation of mine that I made. I just have to say it. You know it, you feel it. These guys are creepy, and yes, just weird as hell. That's what you see. That's what you see. 所以他其实不论是范斯或是川普，在他口中都有一阵这个犀利的猛攻哦。那现在这个华资其实他也有这样乡土务实的一个形象哦，这意味着呢，可能从奥巴马、希拉蕊到贺锦丽这样满满的精英感哦，所以他们现在着眼说要拉高选民的共鸣，也就是说华资他耕耘在中西部多年哦，有助于保住他们这样的蓝墙。这样的分析是指出说，现在民主党要保住白宫，绝对不能够失去这样的蓝墙的一个角色。那美联社也讲说，贺锦丽其实挑选这样一个中西部的州长为自己担任竞选伙伴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拉动这样子中西部选民对他的支持，然后来让他能够赢得这一场选举哦。那但是呢，也有人讲这个贺锦丽的战略错误就是。其实宾州才是关键的摇摆州哦，夏皮洛是州长，而且他的这个受欢迎程度非常的高，支持度高达了64%哦。华兹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而贺锦丽其实本来在明尼苏达州的赢面就已经是比较高的，你已经是赢面高的，他为你的加分其实是有限的，你反倒应该是要去争取这个宾州这样的一个支持啊，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战略啊，这是国会山庄报的一个看法啦。那现在贺锦丽就是用一个快节奏来打这场选战哦，被形容成说是超光速，因为呢，它现在包含了选定副手啊、制定策略跟广告啊，都是用压缩的方式，几周之内完成。毕竟他也是临危受命的这样子，来接棒参选嘛，所以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展现快步调。人家说这也是他这个年轻的优势哦，就是比较快速的步调，反倒让川普还找不到攻击点。现在年轻选民都是站在贺锦丽这边比较多，所以是领先川普大概4个百分点。那民调还显示，主要是在18到34岁的年轻选民里面，这个领先幅度更高，他领先了川普大概9个百分点。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提到了，其实一些摇摆州里头这个目前川普大概是50%的支持度，但贺锦丽的话大概是49%。那其他的话大概也都是在大概2到3个百分点之内，也就是说摇摆州其实他们的距离拉得非常的近。但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共和党竟然也有大咖跳出来现在反倒倒戈去支持了贺锦丽，就说过去很后悔支持给川普啊，所以现在喊出来要阻止川普这样的口号，也会不会造成一股效应呢？让共和党人纷纷跟着倒戈，转而支持贺锦丽，恐怕这也是后续有待观察的。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这个华兹啊，有人说就是说他跟那个贺锦丽比较谈得来啊。对他们这个贺锦丽的决策风格，我看这个美国报纸有报道，他就说他很注重他个人的直觉跟感觉。他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他分别跟3个人面试 interview，跟他们来这个当面谈啦。那3个人，一个就是华兹，一个就是宾州的州长那个夏皮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rizona 的联邦参议员 Kelly 3个都去谈完以后他就决定了，就是由这个华兹出任。他们笑声频率对得上，对得上，可能就是说，他们叫他们 chemistry， 他们的那个化学反应非常好，那很直觉的就决定了他。不过说实话，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要选那个宾州州长，因为宾州是摇摆州，对，那这个 Shapiro 在宾州很受欢迎，那如果说用 Shapiro， 他起码一个摇摆州他可以稳拿，那结果他不舍此途，他去挑了一个基本上就是民主党铁票州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这个本来就是他的票，那他是没有发挥一个互补作用了。那这个我看那个 BBC 也很快，他就播出来，他说这个华兹他在1989年的时候他学校刚毕业的时候他这个接受这个当时美国有一个这个志工的计划，到中国的广东，我看好像是佛山第一高中当英语及美国历史的这个老师当了1年，所以说他到目前为止还会讲一点广东话，因为那边都讲广东话的。然后呢，他事实上教书回来，当时接受地方的报纸记载，他对大陆印象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发觉中国的人民居然他很意外，对于外国人这样子友善，而且愿意接受，没有那种违和感那另外一方面，他这个跟他的太太认识以后他们结婚以后选择的这个度蜜月的地点是中国大陆，所以呢。川普的阵营已经开始就这一点开始进行攻击了。川普阵营有说，这一点就证明了，这个华兹他是这个基本上对中国大陆是有极大好感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将来也会被他的选举他的对手拿出来痛打。那川普孙女还讲唐诗呢，自己也去过北京访问这样他怎么去打人家？好，我们来问一下顺峰哥。是这个妻子说了，他离开了之后到了美国，最后当了众议员从政，他也组织了好几次的青年，到中国大陆进行了访问交流。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他态度是什么？他当上了总统、副总统，有了权力之后，态度是什么？可能都变得一样。所以我们听听就好。但华兹呢，他有几个特色，他为什么选华兹不选夏皮罗？夏皮罗大家都看得到是有利的，但是夏皮罗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对于这个以色列支持的立场，跟现在整个的中东大战是一个未可知的变数下这个是充满了太多的风险，所以显得这个沃尔兹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选牌。那我们再来看呢，他跟范茨跟这个另外那个川普的这个副手范茨都有几个相同点，都来自基层，一个工人家庭，一个农人家庭，都是因为贫穷，所以要先从军，从军以后才有办法读大学。一个读了大学出来之后，然后呢变成了华尔街的精英阶层，一个呢在地方上当老师，然后选国会议员、选州长，基本上2个都是对于美国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励志性的题材，但是呢，各有情况。就是在这个华尔兹，我们仔细看他的立场主张就看得出来，他是在他的这一个州里面，他立法的是2040年全州全部要绿能，所以他的立场态度基本上是左派的。所以今天民主党所有的左派的立场，他几乎是全部来接收的，那这对这个贺锦丽来讲，他某种程度呢，你说是他加成，我觉得加成都于互补，这就如同川普跟范茨一样2个人的加成效果跟互补来做。那这一场选举一定是值得可看的地方在哪？反正我们呢当做局外人来看，
会骂成一团。哎呀，这两个会骂的家伙都搞在一起啊，两组都是骂人为主。他叫怪咖，那么叫哈哈。那我们想一想，也真恐怖。这搞了大半天，决定人类命运很重要的选举的，不过是美国是决定人类很重要的选举，一队是哈哈，一队是怪咖。我想到他我的莫内修啊。但事实上，民主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嘛。那至于选的是沃兹，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情况？事实上，哈里斯这次的公布的这个节奏是被打乱的。本来是礼拜一要公布，结果没想到礼拜五啊，黑色的这个股灾啊，经济上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呢，他先生的这个外遇啊被爆出来。第三个呢，整个的中东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中，他没有办法，不然他礼拜一公布，礼拜一公布一波，礼拜二造势一波都非常的好，结果变成延到礼拜二啊的早上才公布，这对他是还蛮大的伤。那显然呢，讲起来呢，现在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派的主流媒体是力捧啊，一副啊好像川普要输的样子，各位看着办好了，反正哈哈跟怪咖，你们来看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看看的好戏。用好戏来看的心情，不需要担心谁上谁不上，对谁会怎么样，因为选上的时候，美国利益才是他们唯一的优先考量。好，来问舰长。基本上来讲，总统候选人找副总统候选人，他们是要互补的。那如果是找互补的话呢，那个贺锦丽他就要找一位可以弥补这个美国选民对于父权的这个思想以及男子气概的不足的部分。那当然，所以我们看到他当初有选的玉化三人都是男性啊。那另外呢，他就要营造一种足够强硬以及坚强，在生死攸关的这一个关头呢，可以做出重大决定的。那难道一定是华兹吗？因为华兹讲对了一句话，因为贺锦丽问他说：“你最想要做的什么？”他说：“我没有追求任何东西，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 Political 报道出来的。”他说：“我没有追求任何东西，我只想要尽我的责任，把事情做好。”这个讲到贺锦丽的心里去了。贺锦丽可能可以干个8年。不会啊，像台湾一样，要先把对手先送进牢里头。那这个是贺锦丽的阴暗面的部分。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华兹本身他有非常多的人格特质，例如说他当过国民兵，例如说他当那个高中老师以及足球教练，这个在地方上面都是非常受人欢迎，而且受到基层人民的肯定。但是有一个部分他其实是做得很好的，也就是他在2006年首次参选这个明尼苏达州的这一个众议员的时候，他成功当选。但是这一个选区，他选的这个选区原来是共和党的选区，他能够成功当选，而且他当选之后，整个我们看到在整个州里面，他其实议会也是分裂的，也就是众议院是属于民主党的，那有关于参议院的部分是属于共和党的部分，但是呢，他能够在中间调和顶鼐，然后让整个州的事务能够推行，然后能够增加学校、增加医疗保健以及开道路，这个就是明尼苏达州的人民所看上的这一点。然后当然贺锦丽也看上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就像我们继续下去看看这一个选举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例如说共和党员挺贺锦丽为什么？因为不挺贺锦丽，等川普上来的时候就好好的要来大规模清算，那个时候就鸡飞狗跳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立刻来关注一下现在以伊的战事哦。现在因为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这个战事发生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哦，现在哈马斯宣布任命加萨的这个领导人辛瓦来接替。政治局主席一职哦。那去年10月7号是策划突袭以色列的主使哦。那现在目前藏身在加萨，那他接下来这个立场上面啊，恐怕也会加剧以哈达成停火的难度哦。他就比起之前的哈尼亚来得更加激进哦。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的外长啊，他讲说辛瓦的任命呢是另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就可以更有道理的说要消灭哈马斯哦，要迅速的消灭它，把这个邪恶组织从地球上抹去了。所以他们也乐见让鹰派一点的角色来担任哈马斯新任的领导人。那分析专家讲，相较于哈尼亚，其实辛瓦是更不愿意同意停火协议的。也就是说，恐怕这个战事要想停下来更难了。现在更激进的人来掌权了。那这个辛瓦其实呢，也是以色列最想除去的人。他一直是在以色列的定点消灭的黑名单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那所以以色列一直都有在注意他的动态。那会不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暗杀对象呢？不得而知哦。但是以色列现在接二连三的，好像这个动作频频哦。那我们就持续关注。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布林肯讲到，他说，他们反倒解读不太一样。他们认为哈马斯政治局的新任负责人辛瓦一直都是一个可以做出停火决议的重要人物哦，所以好像跟上面的分析又不太相同。他们还抱有一些希望这个辛瓦可以达成停火协议。那但是呢，真主党已经开始发动一连串的无人机啊、火箭的攻击哦。以色列军方讲说，现在目前已经造成了数名的平民受伤。那这个真主党消息人士说，这个还只是一个前菜而已哦，还不是真的对于你们这样子杀害舒库尔，也就是说他们的军事指挥官舒库尔遇刺身亡的回应还没有来，这个行动还没有开始，我们只是先来了一波这个小型的无人机火箭的攻击哦。他说报复现在才正要开始。那另外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他也提到了，他说呢，他在电视上面讲将会强力报复以色列哦，将会跟伊朗啊、也门的盟友来合作，因为舒库尔遭到暗杀哦，所以他们现在接下来已经联合起来了，要共同来抵抗以色列。那会采取一个合作形式，也可以单独来进行，强调以色列就是敌人呐，等待着惩罚哦，所以现在也没有要退让的意思。那以色列呢，现在也有一些预备的动作。根据以色列时报讲，就是他们为了要防御这些伊朗或真主党的一些报复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新建地下的一些防御设施哦，就包含了一些国家管理中心。那他们就要称为锡安堡垒。他说这是绝对可以扛得住核弹攻击，甚至还有一些政府的官员呐，为了要躲避战火，现在已经开始转往地下，地下这个有掩体的地方来进行这个办公啊，就避免被这些突袭式的影响，可能。也预料说他们会攻击的话，会先朝这种政府机关来做一些攻击措施哦，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因应了。再来，美国的双标哦，他们现在情报圈讲说，可能以色列接下来会有2波攻击，一波是来自真主党，另外一波是伊朗或是他的一些代理人团体哦，会来有2波这样子的反击。那布林肯也警告，就说现在大家必须要重视这件事情哦，因为虽然一直在倒数，我们节目也倒数好几天，可是他说这个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哦，随时分分钟可能就会开启这一场战争哦，所以大家不能够觉得好像一直在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过去了，没有，现在还很关键哦，也希望这个 G7 大家一起来把这一场战事看能不能平息哦，就不要挑起战端。那当然中国大陆也扮演了一个蛮关键角色哦，现在王毅跟约旦啊还有埃及的外长通电话，说中方支持推动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哦。那所以现在包含约旦什么，他们也宣布说，希望就是他们拒绝了包含伊朗或者是以色列有任何的什么飞行物啊通过他们的上空哦，所以伊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发言。那王毅的讲法，他说呢，因为他先后跟约旦跟这个还有
埃及这边的外长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通话嘛。他说中方将会继续坚持同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哦，支持一切有利于加沙实现永久全面停火的一个努力，避免对抗冲突进一步升级。所以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大陆出手来斡旋嘛。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现在各界看法，尤其这个伊朗的政府，他们的这个几次公开讲话，这个一定是要开打的。现在大家就是看时间啦，然后还有就是说方式啦，然后地点那个对照组的话就是4月13号，那个时候伊朗也打过一次以色列啊。那这次一般认为就规模会变更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打美国？美国在那边也有很多空军基地。而且最近又把这些什么航空母舰啊什么又都多送了一期到那些地区。基本上一次这个也门的这个他们就曾经说把美国的军舰也打了，对不对？美国的航空母舰也被他们炸了。所以这一次就看伊朗要不要打。伊朗事实上手上是武器是比较多，尤其他无人机还蛮厉害的。然后呢？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巡弋飞弹，巡弋飞弹也有这个弹道导弹。上一次4月13号他就用这3种武器，那他这次要不要加强加大？看起来是这一次的不晓得情况怎么样，不过情势比较复杂，因为俄罗斯也加入了。我们这边讲到中国大陆，其实俄罗斯的这个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本人飞到开罗，本人飞到这个德黑兰，跟表达对伊朗的支持。对，然后外界报道说他也带去了一些装备，有这个防空的武器，还有这个高精度的雷达，显然是要站在这个伊朗的这一边啊。那对以色列来讲的话，以色列事实上他做这2个动作的时候一个炸这个德黑兰去暗杀这个哈尼尔这个动作一定会造成局势紧张的。以色列不是不知道。那另外一个他去攻击这个真主党把这个苏库尔把他炸死这一定会造成这个情势继续什么，以色列也不会不知道。所以以色列的动机蛮奇怪的，干嘛要干这2件事那是不是想要反正要找个理由把这些伊朗把这些真主党一并来解决。所以现在就是说，伊朗这一次看起来他的这个前置作业比上一次周延很多。他事实上的话已经开了1次会议了，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些反以色列这个联盟，这里面包括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然后这个叙利亚的这个真主党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叙利亚的这个回教民兵，还有伊拉克的民兵都动员起来了。所以他们这次说他们要5路攻击5路一起下手。那现在就看时间了，规模了。所以我想这场大战可能就随时可能会爆发。好，来请教舰长。星期天的时候我在节目上说，从来哈马斯就不缺最高领导人，只要一个被暗杀，或另外很快的就会选出来新的领导人。果然在今天就出现了这一个新的领导人。那在这个新的领导人辛瓦的实际上来讲，以色列外交部长他是这么形容的，他说这个人应该迅速的把他消灭，而且呢要让这个哈马斯迅速的从地球上抹去的强力的理由就是如此可见其实当初由这点来回头看当初把这个哈尼亚给暗杀，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因为他把鸽派给暗杀了，那未来只有更鹰派而已，再也没有鸽派了。然后呢，真主党呢，他的最高的指挥官来遭击毙，现在又是那个我们讲到说那个哈马斯的领导人也被暗杀，所以现在真主党的领袖就说，其实真主党跟伊朗都有义务要回应那个以色列在这个地区所造的孽那我们这样讲
现在大家都在倒数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找一个什么圣殿被毁日啊这种宗教的节日，因为只要以后每一次再过一次这个宗教节日，因为这节日每一年都会来，然后大家都会那个刻骨铭心当初是怎么打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时间？也不是清晨，那最好的时间是什么？下班时间，大家都在马路上的时候，你无路可躲，然后呢塞车塞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个时候正是发射各种飞弹以及无人机的最好方法。而且呢，大家有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刚吃饱饭了，出来散个步，然后就被命中了。823炮战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这个时间要挑对啊。那其实呢，我们如果看今天刚刚出炉的 Foreign Affairs， 他讲了一件事，他讲说，其实现在我们看拜登他已经跛脚了，他最好的方法也就是利用这一个节点，然后让中东局势能够稳定下来，然后而且甚至停战。好，来问盛峰哥。所有的情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革命卫队，伊朗革命卫队的领袖被干掉，然后呢，真主党的这个领导被干掉，然后呢，哈马斯被干掉。这里面干了什么事情？证明了以色列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很精准，同时也某一种程度在警告所有的中东的这些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掌握在我可以干掉的基础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就为什么每一次被干了以后都哇哇叫，叫完了以后那个行动并不激烈。那我们从我的角度看，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这场战争会不会发生？我想发生是会发生，发生到什么阶段？4月份的那一场，这个伊朗的反击是事先告知的。好，我什么时候要做了？那这一次会不会告知？看起来是不会告知的，因为以色列把这些国家逼到不出手，他也混不下去的地步了。那就美国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怎么了结？不知道。中东这一把火，现在看起来没有了结的，没有了结的方法。那各位来看看呢？这个王毅为什么他先通话的是埃及跟这个约旦？因为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是美国在中东里面还可以控制的国家。那美国可以控制的国家是跟以色列的关系或是比较好的一个国家。那中国大陆这时候是跟这两个跟美国比较要的国家通话，是在通什么话？是说你们不要介入呢，或是做什么？我是不清楚。但是这里面呢，它应该蕴含了很多属于国际政治里面很奥妙的地方。最后，我想再举一个给大家思考的地方：美国一发生事情，就是航空母舰在哪里？航空母舰在哪里？航空母舰就带到，航空母舰带到的地方就是伤亡，就是灾难，就是悲哀，对吧？西方一直对中东的统治就分而治之，西方一直对中东的统治里就是把你各大打来打去，然后他在那里可以掌控，武力是他要用的一个手脚。可是，在同样另外一个大国的兴起的中国，在这里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小和解，把巴勒斯坦一个14个党派把它和解起来，而且呢，尊重他法为主流，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这个呢，西方是把它分而治之，中国把它合起来。